있거든요. 세계경제연구소 소장, 에너지경제와 전략연구센터 소장, 그리고 93년도 복단대에서 경제학 박사학위를 취득하였습니다. 저기 쭉 나오고 계시네요. 예, 세 번째 발표자 모시겠습니다. 박수로 환영해 주시겠습니다.好，谢谢朴董事长，谢谢会议主持。像张宇燕刚才说的一样，最后发言的人这个可讲的东西就不多了。前面几位发言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背景和知识。那么我主要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根据我们研究所的研究和观察呢，就是大量的资金正在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向虚拟金融部门和存量的资产部门。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呢？就简单的讲，还是就是因果关系现在是不清楚的，但是相关性还是清楚的。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减速了。资本、现金流量失去了可以投资的地方，就资本流量发生了变化。那么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呢，我们倒过来也非常赞成前面几位中国的经济学的专家所讲的，中国一定要保持稳定的甚至于是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来首尔开会前2天刚刚读了世界银行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里边仍然把中国列为是世界上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增长潜力应该是没有问题，包括现在柳伊斯拐点是否到，人口红利是否还有没有，这些问题是可以专题讨论的，但这都不是瓶颈，这是一。那么第二呢，这个中国也必须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为什么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一个，我们人口压力还非常大。如果我们算一下那个净增长，把人口增长的这个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去减一减呢，中国的净增长率其实并不高。如果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呢，你10年之内这个人均的收入要翻1倍，对于存量人口来讲基本上是做不到。那么再加上这个资产价格也很高，企业的负债率也很高，这些问题不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那就会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中国的资金流动发生了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从实体流向了虚拟和存量资产部门。所以我接下来第2个问题就要讲，就是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这个现象发生的，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什么来实现的？这个话题大家讲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想找一个解释的逻辑。那么这个解释的逻辑呢，刚才易夫先生讲了，这个主流经济学经常出错，但是有些解释还是必须用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方法。如果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逻辑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呢，是三个东西，对吧？第一是渐进改革，这也是易夫先生在他博士论文里边讲的这个渐进的制度变革里面说的，渐进改革包括双轨制等等，刚才讲了，还有出口导向也是和主流不一样的，但是在渐进改革、出口导向推动下的新古典增长。那么这个新古典增长呢，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3亿农民工通过中国对内改革从这个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了城市工业然后通过开放呢，我们又找到了3万亿存量的 FDI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以3亿农民工加上3万亿这个外来的投资，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然后实现了这个最近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而且因为有外资，因为农民工从这个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到城市报酬递增的部门，我们又得到了索罗禅差里面所讲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属于在最近30年当中通过改革把劳动力在部门之间重新优化配置得到的收益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跨公司东道国溢出效应最高的国家。那么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呢，让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那么特别是在前几届政府这个领导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时候呢，我们还看到政府的所有的政策发展战略基本上是亲市场的。如果用个简单的话来讲，至少在2004年以前那段时间吧，宏观调控以前那段时间吧，这个政府和市场基本上处在蜜月状态。就像刚才张宇燕讲的，这个政府是推动市场扩张的，然后政府和市场是互动的正反馈，但是新古典这个增长呢，到了持续20多年、30多年以后呢，就产生了3大问题，3大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就是在这个改革停滞、出口遇到障碍的情况下。慢慢的就产生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报酬递减，我们从统计数据上看到，特别是从00年开始，每100元固定资产投资大概从34块钱，产出的 GDP 100块固定资产投资大概34块钱，到11年的时候只剩下大概20多块钱，20多块，这个下降幅度还是很高的。那么究竟什么方面出了错，我们还需要从更加微观的机制上去解释。但是从宏观统计数据上来讲，报酬递减。第二个问题呢是收入差距扩大。那么这个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一个是城乡，第二个是区域，比如东部、中部、西部，第3个是要素，就资本的收益率增长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远远就超过了劳动要素这个增长。这是第二个问题，就从内部经济来讲，出现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外部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那么关于贸易顺差呢，因为我们做世界经济研究呢，就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想稍微展开2句。就中国的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究竟是个价格问题还是个结构问题？那么几乎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讲这是个价格问题，是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然后让中国获得了这个出口竞争的优势，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你去观察一下这个全球的分工结构里边，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制成品出口国，不管你是生产资本品的，还是资本要素密集这个制成品的，还是生产这个像中国这样劳动要素密集生产品的国家，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这个？生产制成品的国家会出现贸易顺差呢？因为制造业，大部分制造行业都有最小盈利规模，不达到这个规模呢，这个投资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当几万条流水线起来都有个最小盈利规模约束的时候，它生产的产品一定是本国消费不了。不仅仅是因为中国2元经济结构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就是这个国际分工当中的地位本身就决定了你是具有贸易顺差的。所以德国是个制造业，我们看它长期是顺差，包括日本。所以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讲的一个价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分工贸易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面对这3个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是可取的呢？如果从逻辑上来推理。那么你针对这个报酬递减，主要采取的第一个政策是应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但是对中国来讲，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当中有一个结构性的失衡问题。我们缺乏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我们缺乏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我们大量的投资投在了这个以文科为主的高等教育，所以这个对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转型没有太大的帮助。
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普遍都面临过这个问题，包括德国早期。一方面是现代的工业企业，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民。现代工业企业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的、遵守纪律的劳动者，而农村提供的是不守纪律的、自由散漫的、没有技能的劳动者。德国人用什么方法？从历史上来讲，德国做得最好。他用什么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呢？职业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更需要投入的是适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我很担心我们现在这个高等教育继续扩大招生规模，造成的这个高端人才的增加，然后让大批的这个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失去就业机会。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缩小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区域之间的差距，需要的是人口流动。也是世界银行有个调查报告，他说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全世界有2.5个国家人口是净流入。哪两个2.5呢？一个是美国人口是净流入，一个是德国人口净流入，还有就是中国0.5个，那就是东部地区的人口净流入。以四川、重庆、河南、湖南为首的这些省份，大量的农民流向了城市，然后他们通过在城市就业以后获得收入，对解决贫困、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做出重大贡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种流动呢，可能停止了。那么第三个需要解决这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就是如何这个缩小资本收益和劳动要素这个收益之间的这个差距呢？那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中国还是得发展制造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劳动这个要素逐步变得稀缺，它的价格就会上去。转移支付短期内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但是呢，从逻辑上是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我到现在也不理解我们的管理层的做法刚好是相反的，对不对？面对报酬递减，我们是调结构，要把这个产业结构去升级，这就遇到了禀赋的约束，然后呢，面对这个区域和城乡之间的这个收入差距扩大，应该是鼓励人口流动，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鼓励农民工返乡，而且是转移支付、扩大社保体系，这个对稳定社会是必要的，但是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讲是一个损失。然后呢，我们对外部经济呢，在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选择贸易自由化，创造我们贸易伙伴国的这个逆差，特别是逆差国的向中国产品出口的机会，采取积极的国际收支平衡方法。但是我们没有以很大的决心来推进这个贸易的自由化，而选择了人民币汇率升值。那么这些政策一做呢，产生2大效应。第一个效应，产业紧缩；第二个效应，出口紧缩。在产业紧缩和出口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就开始下滑。为了阻止经济下滑，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于是政府就开始出手，大规模进行这个财政投资，来维持这个经济增长。那么这样，我们新古典增长的模型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型。然后4万亿只是一个财政，当年中央政府从这个信贷市场拿走的是9万亿的信贷配套，加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这个由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里边拿走了那么多的信贷的时候呢，实际利率就上升了，这就突出的表现在黑市里边的利率。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这个私募的这个非官方的这个金融市场里边的利率就大幅度开始提高。随着利率的提高，我们都知道一个金融学的基本定理：利率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借款做实业投资；利润率一高，利息率一高，利息率一高，所有的做产业的人都会把产业变现，然后去放高利贷。那么我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新古典增长模型产生的问题到现在这个宏观调控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你突然发现产业资本已经找不到投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资金的利息率、
资金的收益率要高于产业的利润率，这是个倒挂。这个倒挂现象已经迫使中国大量的资本开始流向仍然可以覆盖这个不断提高的利率的房地产部门和与实体经济无关的虚拟的金融部门在运作。那么，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很期待。我最后一点就讲，我们就很期待即将要召开的三中全会能不能着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实际就是说，我们重新要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要让这个资本重新回归实体经济，我们要让中国呢这个对外贸易继续开放，继续自由化，那么这里就涉及到2个基本的选项，第一个是按照现在的办法继续做需求管理，还是做供给管理，做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第二，我们是继续人民币升值然后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资本向下可兑换，还是推进贸易自由化。那么今天如果去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向下可自由兑换，风险是很高的。因为今天这个实体经济回报率在下降，所有钱都是来套利的热钱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你在今天这个时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去选择人民币这个资本向下可兑换，可能会产生像1997年那样东南亚金融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个状态。所以在我看来呢，我们为了稳定金融、稳定产业、稳定经济增长在接下来的选择当中我觉得这2个选择非常重要。好，谢谢大家。